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莫。今天呢是一个特别节目，我们来聊一下我2022年我自己个人的投资心得。其实这周本来没有要更新影片的啦，因为难得新年假期嘛，那国内外的交易所很多都放假了。其实我现在录的时间呢是12月30号，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过了今天之后呢，其实应该就是连续的放假，所以说这段时间就没有交易，然后我自己其实连录影片都没有很想做，因为就想要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其实最近也看到很多朋友们在分享自己2022年的一个心得，那就有一些朋友就来私讯跟我说，那其实老莫你是不是应该要写一下？其实我刚开始觉得好像没有很必要了。我一般来讲有什么想法，我都会直接在 Facebook 啊、YouTube 里面的短文来分享。可是后来想想，其实好像做一个这个年度总结也是能够帮我再反省一下的一个好机会。那所以说，其实我就加入了这一期影片。那今天的影片呢，其实是很慢聊性质的所以说其实就当做跟各位朋友们聊聊天。那今天也不会聊太多，那就跟大家聊一下我对2022年的3大投资感想。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我这个频道呢是分享国际财经理财概念的频道，会不定期分享一些策略回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拜托啦，我是史蒂芬周的老朋友，帮我订一下，这对我真的很重要，谢谢你。好，那本频道分享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投资心得，或是说客观的事实回测，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请各位投资人进场之前自行做好投资的判断。好，那第一大投资感想呢，就是我认为其实不只是对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说找到自己的投资的模式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我今年会有这种感想呢？因为我今年其实除了自己做投资以外，我自己在线下线上其实都有一些陆陆续续授课的经验，那我就接触了蛮多的投资人。那其实我发现每个投资人呢，其实个性啊，或者说个人的习惯都不同。那他们呢，其实说实话，适合的投资模式也都不一定一样。但我发现很多的朋友们都是瞎学，那很多线上线下的老师也都在瞎教。我就举个例来讲，其实很多在救国团去学的一些学生们这些学生们呢，其实根据我个人的了解，他们大多的背景呢，其实可能更适合去做长期投资的存股而不是做短线的这个操作。但是很多人呢，其实都是过来想要学短线，而很多老师呢也都在教短线，那其实就是缘木求鱼嘛对吧？说实在就是缘木求鱼。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朋友们他们经常绕了一整圈过来，本来可能自己默默的在存股是有点赚钱的，结果跟了老师之后反而一直在赔钱。那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老师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学生的问题了，因为我觉得这一块知识其实是在投资市场上是非常欠缺的，就是如何帮助每一个人了解自己。因为很多人是教你分析的方法，但其实很少人来去帮助你了解自己，你适合哪一种方法。所以我认为，其实在开始你决定你投资的模式之前，其实你更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了解你自己的收入啊，了解你自己的生活模式啊，以及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的性格，因为不同性格的人其实是适合不同的这个打法的。像我举个例，其实我个人其实就是一个蛮谨慎小心的一个人，那即便是做短线，那我也会尽量用策略性的一个打法来去保护我的部位。那所以说这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个性可能比较适合的。有些朋友们可能是上班比较没有时间，可能平日基本上没有看盘的时间或空间，那就不用硬凹去做这个短线，或者说硬凹去做波段了，因为你本身就不够时间了嘛。那对你来讲，可能更合适的就是什么存股指数型投资或者是说价值型投资那这种可能更适合这样子生活模式的一些朋友们今天就不聊太多了。不过我觉得这一块呢，其实还是在这个市场上蛮需要的一个知识。那我觉得未来呢，其实也可以多琢磨一些性格跟这个投资的风格之类的一些东西。那可能 maybe 在未来的节目或者说文章里面再做一个分享，这样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我的心得。另外第二个心得呢，就我认为其实短线我们去预测方向，其实是蛮不实际的一个事情。短线其实与其要预测方向，不如说做好规划这个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想呢？因为其实今年很明显是总经盘嘛，大家都知道CPI 公布FOMC 公布其实市场就蛮大的震动。
所以其实我发现有不少人开始会用这个总经来预测短期的涨跌，预测短期的涨跌。这个不是不行啦，因为其实的确这个总经的一些数据会带来波动是没有错的。但其实我们反问自己一句，就是我们能够精准预测每一次总经数据公布的结果吗？举例来讲，你就预测 CPI 这是一定超过多少，或者说一定小于多少，这很难的吧？我们身为一个个人，我们不是法人，其实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唯一值得拿总经来去预测的盘势可能只有3个月以上的长期走势，也就是把它变成你中长期投资甚至价值投资参考的一环，而3个月以内的操作我个人都会把它定义为投机套利或者说赚现金流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自己个人也在做只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对吧？而既然知道我们其实在做短，那其实就要认知到一个事实，就是短线的市场是非常难预测的，可能甚至难过于预测长期的市场。其实我自己个人呢是不太预测短线的涨跌的，就是当盘势出现讯号的时候，那就顺着操作就好。那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做一个 cover， 就宁愿赚的少也不要亏这样子。所以说我认为呢，与其瞎预测不如说你放弃预测这个涨或说跌，你提前做好规划，像是把支撑压力跟未来会公布的数据或事件你都先整理一下，然后提前做好规划，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有个相对的 action plan，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那你把智慧单设好，该进就进，该出就出，长期把你的这个胜率跟风暴比控制好，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了。那其实我觉得做短线的走势有一点像在打麻将，但其他的3家呢，2个都是大咖，是你不想得罪的那一种所以说其实像我这种谨慎个性的小孬孬，那我觉得我自己上牌桌的目的只有2个。那第一个就是说我看一下场上有什么牌，我就打安全的牌，稳稳的赚。第二个呢就是说不求无伤啦，但求最后一局北风北麻将最后一局北风北结束的时候，我自己还能够安全下庄，安全通关，不求无伤，但求通关，这个是我觉得短线里面我追求的2个目的。那短线的本质其实就像刚刚说的是波动大，所以说其实做短线的，其实你对比长线，你反而更要有敬畏市场的心态，就像渔夫应该要敬畏大海一样。那我有个学长经常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那我分享给大家，叫做赚得久比赚得多更实际赚得久比赚得多更实际。好，所以说这是我第2个心得放弃疯狂的预测短期的涨跌。好，另外第3个呢，就是我认为其实可以放眼国际，着手国际。那在上礼拜的一个影片里面，其实我有提到嘛，地缘政治风险其实已经慢慢变成现在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了。那所以说，如果说太多的资金集中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其实也是相对比较没有做到风险分散的嘛。而且各位也知道，其实台股相对来讲比较浅跌，那所以说受主力受这个筹码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那我不是说你不用再投资台股了，只是我认为其实也可以多多看一下海外的一些机会。那举例来讲，像美股像陆股其实也都有蛮多不错的标的，像美股有很多网络上的大有分享。那陆股的话，雪球大还有雪球滚滚，它其实也有分享蛮多不错的一些心得。那我觉得其实各位也都可以做一些分散的一个参考这是 for 股票的部分。那 for 期货，那我觉得就更不用讲啦，因为今年如果你有做海外期货的话，肯定很多人都是赚的，无论你做多还做空，其实都有很多不错的标的。其实我认为，无论从风险分散或者是说从获利的角度来讲，慢慢放眼国际，慢慢着手国际，其实是蛮实际的选择。好，那这个年度总结好像录的有点随便那没办法，因为我就是临时加入的嘛，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做剪辑不过其实我每句话呢都是蛮真心的，也是我觉得今年我有特别多机会去接触到很多的投资人，或者说很多的前辈，给我总体的一个想法这样子。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再麻烦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在2023年呢，我也预计会给各位带来非常多关于策略的一些影片，其中呢就会包含到我刚刚上面讲的，就如何应对不同的行情，做不同的规划。好，那最后面就祝各位 Happy New Year，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